谁还有机会出现在最终章？盘点海贼王中已下线的角色。大家好，我是朱二笨。截止到目前，海贼王中有名有姓的角色已经超过1225名。在这漫长的连载中，有一些角色也渐渐淡出了视线。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盘点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下线角色。作为昆岛篇最后的 BOSS， 安妮路的结局跟后来的 BOSS 比起来，绝对算得上体面。在被路飞击败后，安妮路继续驾驶着方舟真言号飞向太空，最后到达了月球，并在那里发现了月球人的遗迹。直到现在，那座古代地下城市里面的内容依然让人浮想联翩。而对于安妮路这个角色，由于她拥有自然系中非常强劲的响雷果实，一直以来也是被大家念叨着，期待她的返场。其实除了果实能力，安妮路也是本作中最早展现霸气的角色。神奇的星网即是见闻色霸气，路飞能够击败这样的角色，属于天敌加剧情杀的双重 buff 加持。安妮路如果认真战斗，也许当时在空岛上的人都无法躲避毁灭性的雷音。那么安妮路会不会在最终章再次出现呢？其实从角色目标来说，安妮路一直想要寻找无限大地，宇宙才是她的归宿。在到达月球后，人设已经相当圆满，说不定未来还有她在宇宙中冒险的番外。而如果要把这么强劲的角色放回主线，似乎缺少一个很强的理由。在未来的决战中，她又要以什么立场出现呢？想要交代好这部分故事，估计少不了笔墨。以目前越来越快的剧情节奏来看，安妮路回归的可能性并不大。银狐是一个相当不讨喜的角色，毕竟在这个看脸的世界里，福克西不仅长得猥琐，行为也是相当猥琐。直到现在，依然有不少读者不太喜欢长环岛的剧情，但在这个很短的过渡篇章里，其实藏了不少细节。比如福克西海贼团一直在进行的海贼游戏 Davy Bay Fight， 就是来自臭名昭著的海贼岛蜂巢。当年洛克斯很可能就是在这座岛上以 Davy Bay Fight 的游戏抢夺强力船员，组建起了恐怖的洛克斯海贼团。没想到吧，猥琐的福克西还能和邪恶的洛克斯扯上关系。现在蜂巢岛已经成为了黑屋子的地盘，而越来越多的剧情线索正在往这座岛上汇集。福克西海贼团当时在长环岛输给草帽一伙后，旗帜被路飞夺走，换上了一面超级好看的手绘旗帜，待遇堪比当年的拉布。之后福克西在漫画中就再也没有出现，但神奇的是，在后来几个原创动画、特别篇以及剧场版《狂热行动》中，福克西都有戏份。尾田似乎并没有打算放弃这个角色，他的池丸果实拥有相当大的潜力，如果好好开发，说不定会有奇效。在最终章，说不定会以路飞盟友的身份再次出现。大监狱推进城最强守卫者，强大和恐怖的毒果实让麦哲伦在一众超人系能力中脱颖而出，有着不输给自然系的大范围伤害，对于任何生命体都有足够的威慑力。作为推进城篇的 BOSS， 麦哲伦的遭遇相当值得同情，他要同时应对来自主角以及主角未来最大的对手的双重挑战。最后推进城的防御彻底溃败，黑屋子引发了推进城第6层的逃犯事件。事后麦哲伦降职为副署长，但依然是推进城最强战力。德雷斯罗萨事件后，多弗朗明哥顺利入驻第6层，成为了看报王。世界政府为了抹杀明哥所知道的秘密，向监狱中派来杀手，麦哲伦不得不给明哥升级了豪华单间，严加保护。我们一直在期待明哥重返大海，好好看看十字工会现在的成就。不过漫画剧情最忌讳重复，要再次上演2年前的大越狱是不太可能的。麦哲伦由于是监狱看守，责任重大，也很难有机会参与到最终章轰轰烈烈的决战中。不过麦哲伦加明哥也许就有机会了。明哥知道天龙人的秘密，考虑到海军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最后说不定麦哲伦与海军元帅赤犬会有别的打算，比如麦哲伦与明哥达成交易，亲自将明哥押往海军本部，在与世界政府决裂时成为公布秘密的关键人证。这样一下子就有2个角色可以返场了。小冯是无数海迷心心念念的伙伴，当年在正义之门前，他舍弃了自己的性命，为路飞和其他伙伴打开了一条生路，自己则留在了推进城中，一个人面对愤怒的麦哲伦。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以为小冯已经凉了，但其实他并没有。由于未知的原因，小冯回到了推进城5.5层的人妖乐园，接过了亿万克夫的衣钵，成为了新的人妖女王。估计尾田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因为顶上战争中艾斯退场的剧情刺激到了太多海迷，于是让小冯有了比较好的归宿。从实力来说，小冯并不是特别强的角色，但他拥有的魔法果实是一个相当有趣的能力，无论在什么样的冒险里都能产生好玩的故事。只不过他和麦哲伦一样被锁死在推进城中，除非有特别强的理由，否则是很难离开这里了。不过能当上人妖女王，小冯的人生也圆满了。由于白胡子海贼团实在是群星闪耀，很容易就让大家忽略了这个海贼王世界最硬的男人钻石乔兹。作为商帆队队长，他的实力其实不逊色于马尔科和艾斯。在那个霸气设定还不明朗的版本里，乔兹就已经能凭借硬度扛住鹰眼的世界第1斩击，同时他的速度和冲击力还能对自然系能力者造成伤害。这样的实力，即便放到现在来看，依然是一名 T1 级别选手。顶上战争中，乔治为了掩护老爹白胡子，独自挑战海军大将青雉，最终被青雉冻结，彻底击败。后来在白胡子的葬礼上，乔治穿上了披风，挡住了手臂的伤口，大概率是断了一只手臂。2年后的故事里，乔治和白胡子长胆的去向成为了个谜团，除了在鬼岛决战活跃的马尔科和乙藏外，其余队长都下落不明。另外一边，
自称白垩者儿子的新晋七武海爱德华·威布尔一直在追杀白垩者麾下的海贼团，未来也许会成为引出白垩子残党的关键线索。马尔科、乔兹以及其余的队长们再次出山，帮助路飞赢下最后的那场巨大战争。没错，像这样的盘点话题，怎么能少得了那个男人呢？当年阿金在海上餐厅留下的那句“在伟大航路再见”，让他从此成为了一个传说。之后漫长的故事里，任何身份不明的角色都有可能是阿金，即便最后揭晓不是阿金，那肯定也是阿金扫码曾经的替身。从实力而言，果然阿金要强于2年前的3只。经过了2年时间，他的实力增长有着巨大的想象空间。独特的武器铁球双拐可以说是个性十足，如果能搭配霸气，阿金的近战能力不容小觑。万一再不小心吃了个果实，这样一个成为海贼王名梗的角色出现在任何剧情中都不会让人觉得意外。不过如果能把这份悬念一直留到大结局，说不定阿金的传说会在海贼王完结之后继续流传下去。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下线角色盘点啦，还有哪些退场的角色让你印象深刻呢？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哦。我是朱尔本，下期见。